俄军内部一直很乱，但没想到会这么乱。关于俄军155近卫海军步兵旅被谋害的事，不知道大家清楚不清楚？这次俄军爆雷事件是由一封士兵公开信引起的。俄海军步兵近卫第155旅的士兵奥列格·科热米亚科写了一封公开信，声称第155旅和第40旅在奉命攻打帕夫利夫卡的战斗中，在4天内有300多人阵亡、受伤和失踪，有1半以上武器装备被毁，承受了巨大而毫无意义的伤亡。俄军士兵认为，这些指挥官是在用士兵的人命换战功，想在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大将面前有拿得出手的战绩，进而获得功勋章和俄罗斯英雄的称号，才导致他们在几天内遭到了堪称毁灭性的损失。在公开信中，这位愤怒的士兵要求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追究 M 将军第155旅旅长的愚蠢指挥和渎职行为。而 M 将军的身份很可能是指接替拉平上将担任俄军中部军区司令的安德烈·莫德维切夫中将，或是指东部军区司令鲁斯坦·穆拉多夫中将。同时，愤怒的士兵还特别要求调查委员会的人不能来自俄国防部。可见俄军士兵对自家指挥层有多么不信任。这封公开信发表以后，令俄罗斯舆论哗然，公众很愤怒。此外，还有大量社交媒体的发言表示前线存在这些问题，于是俄国防部紧急出来澄清，没有那么严重，没死那么多人，你们放心打仗。但是这么苍白无力的解释，谁又能接受呢？海军步兵实际上就是海军陆战队，俄海军步兵独立第155莫吉廖夫旅直属于俄太平洋舰队海岸防御部队司令部，前身是大名鼎鼎的苏联太平洋舰队海军步兵第55师，同时也在20年前的车臣战争中有上佳表现。在改制为155旅后，该部队多次更换武器装备并充实部队建制，目前也算是俄军中的精锐部队。在今年年初，俄军借着战略检验大演习的机会，将远东地区的大量部队调往了乌克兰前线，甚至包括2个伊斯坎德尔导弹旅。而海军步兵155旅也是远东地区部队里面战略机动能力较强的，该旅的身影出现在俄军近些年的所有战争中，经常横跨亚洲作战，包括车臣、克里米亚和叙利亚。而在乌克兰前线出现海军步兵旅，说明俄军在认真备战，打算从全国各地调集精锐部队来合围乌克兰。155旅参加的战役，本次俄乌开战后，太平洋舰队海军步兵第155旅不远万里参与了基辅方向的战事，并在3月28日被俄罗斯总统普京授予禁卫军荣誉，可见战绩还是不错的。俄军自基辅方向撤退后，开始向顿巴斯重新部署军力，海军步兵第155旅就立即被派往马里乌波尔，参与了马城攻坚战的收尾阶段。而在马里乌波尔战事结束后，海军步兵第155旅又北上参战，部署到了顿涅茨克中部战线，长期担负防御任务，并在防御作战中表现出色。但是在长期的阵地守备战中，俄军仅仅依靠合同兵是远远不够的，既不对内动员，又不得使用义务兵。在这种背景下，俄军参战部队就会面临普遍的缺额。为了弥补作战人员的缺口，俄军当时的举措是组建志愿单位，比如车臣部队就是志愿参军。但是到今年年中时，由于人员损失较大，近卫第155近卫海军步兵旅不得不搞了一个补充营，命名为老虎营，招募了一批退伍老兵重回部队服役。看照片，有些老兵甚至还有50多岁的。而且俄罗斯还刚刚修改了兵役法，允许招募45岁以上的掌握专业技能的合同制士兵，于是有很多退伍的老兵又一次重回到了部队服役。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俄军的兵源一直不够充足。而155旅被部署在顿涅茨克中部战线，又与扎波罗热的战线相连接，基本构成了一个新的作战方向。所以火力军在划分战区时会将其单独拎出来说。当初在这条战线上，乌军部署的兵力是各条战线上最少的，所以俄军在这条战线上布防的兵力也不多。
在年中的所有大大小小战役中，乌军是把重心放在了赫尔松和哈尔科夫地区，而联军则是在顿巴斯主战场取攻势。唯有扎波罗热、顿涅茨克中部这条战线上，双方谁也没有大规模机动力量用于进攻。直至9月到10月的乌军大反攻中，才一度疯传出扎波罗热方向的乌军也在积蓄力量，准备打一波大的。这个情况火力军之前分析过了，但仅从目前该线乌军已知的兵力配备来说，是很难拉出来大规模的机动部队。当然，从作战意图上，乌军想在该线打反攻也并非不可理解，毕竟俄军上当也不是第一次了。但令人没想到的是，乌军在扎波罗热整条战线上的反攻还没有落实下来，反倒是正牌俄军在10月底发起了对弗勒达方向的猛攻。当时俄军以海军步兵第155旅为主，海军步兵第40旅为辅，编组了2到3个不满员的 BTG， 发起了针对弗勒达以南帕夫利夫卡的进攻。帕夫利夫卡位于卡什加拉奇河以南，是一个战前人口2500余人的镇子。该镇过河后向东北仅2公里便是弗勒达，该城是乌军在这一区域的核心阵地。要知道，乌克兰的城镇是很有意思的，其村镇一级往往很少有高层建筑，但占地面积相当大。以帕夫利夫卡为例，该镇东西长超过3公里，南北宽达 1.3 公里，居民房屋稀疏地分布于大约100个方格内，每个方内都是有房有树，临近集市街道。若是按照乌军现在的防御战术，这几乎每一个方格内都可以改造成防御阵地。平时兵力驻屯于地下室内，战时则出来参战。俄军想要清除掉这样等级规模的乌军阵地，是需要耗费相当长时间和兵力火力。相较于村镇，乌克兰的小城大多是城区跟村镇2合1的模式，即整个城区在面积相当大的同时，也有部分高层建筑，比如阿特穆斯克外围的苏勒达尔即是如此。而弗勒达则是以工矿城市起家，其面积虽然不大，但却以高层建筑为主，因此比起面积来，弗勒达反倒不如帕夫利夫卡，但人口却是后者的将近5倍。为什么强调弗勒达的高层建筑多呢？因为这跟俄军的战损息息相关。通过对俄方信息的综合分析，这次俄军进攻遭遇的问题是，部队攻入帕夫利夫卡后难以巩固下来，而乌军利用弗勒达的高层建筑和无人机引导炮兵打击俄军，造成了其较多的伤亡。其实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这一战区内除了城镇、河流外都是大平原，除了少量林带可做掩护外，几乎没有任何掩蔽物。俄军在这种地形下攻击，尤其是在攻坚不能迅速吃下，乌军炮兵还能正常运作的情况下，俄军完全成了乌炮兵的靶子。再如俄方所反映的弗勒达的高楼起到了很好的观察引导作用，那么来往的俄军纵队将暴露于大平原上。如果应对稍有不慎，乌军炮弹打到车队或人群中，俄军损失肯定不小。而且通过俄方信息的反馈，乌军很可能还在更远的后方使用了部分制导炮弹，对俄军重要目标实施远程精确打击。按照广泛流传的俄军战损情况是，海军步兵第155旅官兵抱怨其在4天内即战损了约300人，装备损失 50%。其控诉东部战区司令和前线指挥官为了向总参的格拉西莫夫邀功而下令实施这样的进攻，同时指挥官还因害怕担责而隐瞒了伤亡。如果这份战损数据为真，那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伤亡惨重，因为正牌俄军平均每天的伤亡大约是120人到150人左右，要是一个旅平均每天承受的伤亡就达到了全线日军伤亡的1半，那确实不太能绷得住。而且俄军的 BTG 与美军联兵营相比，其军事实力可是要落后一大截的。比如主战兵器就明显落后于美军，虽然俄军 BTG 规模最大，装备的技术兵器最多，但其主战武器在技术上已经落后。现在俄军 BTG 装备的坦克主要是 T72、T80、T90 3个系列，仍然属于苏军70年代的技术水平，即便是最新改型，也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挖潜改造。
没有根本性的技术进步，最先进的 T-14阿玛塔主战坦克也没有量产，只是进行了实验性的装备，和美军的 M1A2、SEP 等主战坦克相比，性能已经相当落后。其他如步战车、自行火炮等武器也没有任何新意，都是一些苏军的陈年旧货。另外，俄军 BTG 的武器型号繁杂，通用性差，维护保养更是难上加难。就比如其所装备的车辆就有多种不同底盘，仅履带式车辆就有5种底盘，这就给日常维护保养和战时抢修带来很大不便。相比较而言，美军联兵营装备的各种车辆底盘就比较简单甚至单一，具有很强的通用性，简化了后勤供应，方便保养维护。更何况俄军现在参战的旅还是重组的2个 BTG， 几天内被打掉300名战斗兵，好像也并非不可以。当然，俄国防部是肯定不认可这样的说法的，并驳斥了这个传言，说该旅的伤亡并不多，实际阵亡率不超过 1%， 负伤率不超过 7%， 且伤员中很大一部分已重返部队。在与乌军的作战中，双方损失比为7:1，个别地区为9:1。目前第155旅还在保持进攻，大家应该看得出来，在俄国防部的回应中只提到了伤亡率，没有说具体伤亡数字。不过咱们可以估算一下，通常一个俄军摩步旅的满员兵额是3200人，下辖3个摩步营、1个坦克营、2个自行火炮营、1个火箭炮营、1个反坦克营、2个防空导弹营，以及旅直属后勤技术保障分队。按照俄军在俄乌战场上的做法，一个标准的摩步旅又会被一分为2，组建成2个 BTG， 每个 BTG 大约有800到900人，再加上旅级指挥部和指挥保障分队，全旅实际上前线作战的总人数大约是2000到2200人，剩余的1000到1200人主要是留守管理人员，以及战斗力很低不能出国作战的义务兵，全都留在驻地。若按照满员计算，一个旅1%的阵亡率就是32人，7%是受伤率就是224人，加一起就有256人，再加上失踪人员，伤亡可能接近300人，这与公开信举报内容差不多。俄国防部完全是驳斥了个寂寞。而且如果刨去义务兵和留守人员，一个摩步旅真正去前线大约只有2000多人，按照300人的伤亡，其比例率为 15%， 这已经很高了。要知道，一支陆军部队在数天战斗中有超过 20% 的人员伤亡或者技术兵器的损毁，就可以判定为整个部队损失或者失去了继续战斗力的潜力。这种损失规模的部队在正常情况下需要后撤进行休整，但俄国防部的回答则是155旅仍在继续进攻，这代表什么？还用火力军继续说明吗？反正自俄军侵略乌克兰开始，包括空降兵在内的俄军精锐部队就一直遭到浪费性使用。虽然某些俄罗斯军事专家对这种使用方式感到不满，甚至在电视上公开提出来，但却无法动摇俄军将领对虚荣的渴望，不惜以俄士兵的性命换荣誉。在大部分人眼里，这只不过是太平洋舰队的海军步兵有了与黑海舰队的海军步兵同样被打残的遭遇罢了，实际上却是其俄军高层背后的利益交易，而且其交易内容越来越夸张。之前还是通过部分动员令动员的炮灰兵，现在俄军精锐们也当作一次性消耗品使用，实在让人感到不值。在俄军损失惨重的同时，俄乌两军的战斗也越发激烈。不过乌军并未因为俄军兵力得到补充而被打退，反而在部分地区有小幅进展。火力军依旧会为乌克兰加油，祝乌士兵早日将俄军侵略者赶出家园。好了，关于俄军155旅士兵惨遭背叛，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